就在刚刚，我看完了全部的《藏海传》，我已经预料到了，这次我录的视频一定是超长的，因为我现在有爆炸的输出欲望，我有非常多的话我想要说去表达。就从我看的顺序开始说吧，因为我看的那个是38集那一块吧，他后来不是回光返照了嘛？当时我看到那我就觉得太真实了，因为我们家就是我奶奶，她在10多年前她生过病，然后她去了那个重症监护室，她后来就等她出院了就跟我说其实她做了一个很长的梦，她说她梦见了很多我们家以前去世的那种亲人，他们看见我奶奶就说你怎么来这儿了？你快回去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然后他们那些人就是我们家那些去世的亲人就一直在叫她赶紧回去，就给她赶了回来，然后她才醒了过来。然后藏海回光返照那里不真的是这样吗？就是她看见了她的爸爸，然后她就一直往前走，然后快多就给他叫住了，说停，别再往前走了，这不是属于你该来的地方，你快回去吧，你早晚都会来这里，但是你不是现在啊！我当时觉得真的太真实了这一块，因为当时我奶奶跟我说的就是和这个一模一样。然后她说，包括藏海的感情我也特别能理解，就是他太累了，在这个人世间他真是特别累，他每天都活得特别累，他一点留恋都没有，他就想我就留在这里吧，这里那么温暖。什么人都有，我所有的亲人都在这，他真的不想回去了。而且我记得当时他回光返照那里是各种烟雾，四周全是烟，然后直接旁边只有人，真的是这样。就是你在梦里你是看不清这些人的，看不清周围的场景的，你只能看到这个人是具体的。而且其实就像我奶奶说，其实人死了并不可怕，就是在你死的那一瞬间，他说其实是放松的，你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，你觉得你这辈子都没有这么放松过，你感觉你身体的一切都被抛掉了。你好像都轻松的飞到天上去了，就是那种快乐的感觉。所以说藏海可能就在那一刻是真的不想回去了，他真的感觉特别轻松，他真的想留在那里，但是确实是被家里人给赶了回去。为什么你们都要赶我走？我不想回去，我不想回去。其实我看到藏海就是回光返照那里，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哭得不行了，但是我没有想到真正给我致命一击的是高明师傅，是一个原来在剧中非常不起眼的细节。他们那时候不是顺利出城了吗？然后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，然后他就敲了敲那个车门，说：“小海，我们顺利出城了，出来吧。”你知道吗？其实，在藏海没有出来之前，他是非常痛苦的，他整个表情都是特别的痛苦，因为他难受啊，他一定是非常难受的。结果在藏海出来之后，他就立刻换上了那种像平时一样那种嬉皮笑脸、笑嘻嘻的表情。他说：“小海怎么样？老师，那个师傅宝刀未老吧？”然后看到那儿就不行了。然后后来他紧接着，他就掏出了一沓钱。他就说：“你总问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师傅都给你留着呢。”我就看到那儿的时候，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。这个你留着。你不是老问师傅要那么多钱干嘛？都给你攒着了。那种在剧里，其实我注意过，那时候藏海刚来京城，藏海师傅总跟他说要钱，干什么都要钱。藏海说：“师傅，我还小，我囊中羞涩。”后来藏海有了自己的宅子之后，他就开始给高明钱了。这是非常小的一个细节，但是后来聚集到一起，我没有想到我会直接就崩溃了。就说明高明其实已经能料到他自己的结局了，他其实一直在给藏海做最后的那种铺路吧。然后他说：“小海，以后师傅就陪你到这儿了。”这一关过了，往后的路，师傅就不陪你走了。他说：“小海，师傅就陪你到这儿了。”他是想陪的，但是他确实是再也陪不了了。然后他后来就走了。藏海看到那个心不行了，我看到内心就不行了。他说：“啊，我羡慕六楚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；我又羡慕星斗，他看得那么透。但是我相信他们都在羡慕我，因为我可以陪你那么久。”啊，所以说他是复杂的，他知道一切，但是他还对赵北文有这种恩得报。然后他在藏海一直生活过程中，他也当成自己的孩子，所以他每天其实也是非常的煎熬。然后他最后的那种背后招手的那种感觉，真的是。嘿嘿，我刚才重新缓了一下情绪，咱们说点开心的吧。就是藏海不是被抓起来了吗？然后他们就是设计让沈小行来救他们。真的，我就想说，藏海在马车上那个衣服，我一开始以为是新郎官的衣服呢。然后后来我看见其中有一个人也穿了那样的衣服，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工作服。但是为什么让他穿出一种新郎官的感觉？太好看了，那个衣服穿在他身上。然后后来他们俩不是一起来到了那个沈小行的军营吗？哎，你就说这个化妆真的太厉害了，一下子就看出沈小行这么多年在军营里的这种沧桑的感觉，他真的长大了。
不像以前那种白白嫩嫩的沈小晴了，是沧桑的那种沈小晴了。然后最好玩的是什么呢？沈小晴问说，我可以替你隐瞒自己的名字，我也可以隐瞒你去世，但是你可以像追随我父亲一样追随我。我看到那就不行了，我要发疯了。我看到那就是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？记得我在之前好像是侯爷救火那集，我不是发疯吗？然后后来过了很久，有人给我评论说我一天不关注剧情，不关注演员演技，就关注那些没有用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对不起呀，我也不想关注但是我真没法不关注。然后他说你愿意像追随我父亲一样追随我吗？我发誓剧里真没有这个意思，都是我自己悟出来的。然后他得到藏海的回答后，他还特别生气的捶了一下树。天！然后后来藏海回到屋子里，一脸严肃，等了几秒，好，那就毁掉鬼血。好好笑啊！最好笑的还是后面那一段，沈小晴和藏海在赵炳文面前俩人一唱一和的。藏海说：“庄之行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投靠他？你这样会走你爹的老路的。”然后沈小晴：“藏海，你还敢踢我爹？我爹到底为什么变成这样？都是因为你。”然后俩人就巴拉巴拉一阵吵。然后赵炳文说：“好了，多大了还吵，像小孩似的。”那块谁懂那种淡淡的幽默感？姓庄稼。好了，你俩好歹也是交情一场，一见面就吵架，跟孩子似的。上海。就是他俩在一开始，就是沈小晴还是小的时候，他俩在他娘那个坟墓前就打了一场地板级的大戏。现在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他都成为大将军了，他还能和藏海打起来。这两人就像小孩似的，斗嘴一唱一和的。其实真的可以发现，藏海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。他们去那个鬼洗那块嘛，然后他们不就是发现阴兵了吗？后来藏海怎么反应出来这个一切都是幻境的？就是通过那个阴兵挥过来的刀没有风，没有把蜡烛吹灭。我天！我当时看到，我觉得太绝了，太绝了！就是人在那种危难关头，就生死攸关了，刀都架到你脖子上那种关头，他居然能注意到这样的小细节，我觉得这真是太厉害了。正常人大家都在忙着逃跑呢，他就一下子反应过来了，这一切都是幻境。当时我真的在那一块我就拍案叫绝，而且藏海一定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徒弟，他真的是通过那种把真话骗人贯彻到底，就像他对赵炳文说的那些话都是真话，但是赵炳文不信呢，他非得自己来墓里来那个鬼洗去看。真的，我当时真的觉得藏海真是太聪明了，而且赵炳文，你就说他这个人吧，也有挺难理解的。你说他得到鬼洗不像曹公公啊，他可能是因为他这个皇帝死了，他就没有依靠了，他想要掩饰自己的这种权势，就必须得找到鬼洗。你像庄如影呢，他找鬼洗是因为他作为一个武将，他被鬼洗打败了，他那种心有不甘。但是他是因为他不图钱也不图权，他什么都不图，他想要让大庸千秋万代。他是一个很纯粹的极端的民族主义者。哎呀妈，他做这一切就是想让大庸千秋万代，你就说吧。你要说他是个，反正他这个人吧，就是挺复杂的，极端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人。你要说他是真的是超级坏的一个人嘛，但是他还确实是为了大庸，但是他为了大庸，但是确实是建立在别的国家的这种痛苦之上，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是。而且还有一个超级爽的地方，我一定要跟你们说，就是赵炳文不是不相信嘛，然后他自己亲自去了那里，然后他当时他就说，藏海就已经发现，就是那个幻境里边的那些东西就已经开始让他们进入幻境了，因为周边的人已经感受到了这种阴兵了。然后他在那一块就开始说，你不是特别狠表情，你不是想知道我是如何操纵阴兵的吗？好，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。然后他一挥手，阴兵呼啦呼啦全来了，那一块好爽啊！是如何听我号令的？在赵炳文的视角里，一定是藏海在前面走，后边跟着一群阴兵，然后拿着剑要刺死他。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是被自己吓死的。他幻觉那个阴兵要刺穿自己，但是其实他是真的被自己吓死的。最爽的地方是哪？就是赵炳文到死，他都觉得藏海会操纵阴兵，就这一段真是太绝了。他死都在想不明白，藏海究竟是怎么操纵阴兵，让阴兵这么听话的。真的，藏海认真太绝了。你穷极一生想要的东西，你想要操纵阴兵的这种方法，你到死都没有得到，你甚至到死以为藏海得到了这种方法。
而且藏海当时那一挥手，好，那我就让你看看我是如何操作。我天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谁懂那时候那种爽感，就是在仇人面前，那种爽感太绝了。我当时我看到那我就说爽，太爽了。姐，你们有没有发现沈小行的最后一个打戏，就是他在那个外面，还有和那个将军他俩一起在外面，他俩不是打起来了吗？沈小行说你敢刺杀朝廷武官。然后他也打起来了，当时有2个动作，天呐，我当时都幻觉了，我以为是他爹呢，就是他那个招式实在太像他爹了，他现在打架真的是像他爹一样大开大合的，他拿那个刀也是超级有力量的。就是在那场打戏里，每一刀都超级有力量，越来越像他爹了。沈小行真是长大了，他真长大了，而且其实这个结局我挺喜欢的，藏海辞官了。然后去寻找这个鬼洗的这种秘密吧，就是如何销毁他这个秘密，我觉得挺好的呀。谁还要在这个破大营做官呢？谁还要做呀？我的那个目标都完成了。还有一个结局我也很喜欢，就是庄之行他回到侯府那一块儿，其实我真的很喜欢那里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庄家吧，因为庄家他是世代都在为大庸而战，他世世代代都是大庸的将军，所以我真不希望庄家最后闹的一个这样家破人亡的这样的结局。我看到那个庄之行最后重新回到侯府，大家管他叫侯爷，其实我挺开心的。我觉得庄如隐你没有白死，你的儿子真的再一次振兴了庄家。而且庄家虽然说庄如隐他是个很坏的人，但是庄家世世代代确实在为大庸而战，一直是保护着大庸，这是不可磨灭的。所以说他最后重回庄家的那种宿命感，谁懂啊？我真的很喜欢。我觉得这部剧太厉害了，我看到现在，我反而觉得每一个人我都好舍不得，即使他是坏人，我舍不得侯爷，舍不得曹公公，甚至舍不得现在的赵炳文。但是我看到现在这部剧是真的结束了，真的没有第2部吗？太设置悬念了。那关风和世雷到底干嘛去了？那藏海如何毁掉鬼启，都是悬念呢。那藏海在毁掉鬼启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把别人复活了，然后再拍一点吧，求求了。而且《藏海传》其实是以藏海视角的一个这种传记嘛，但是其实它还有个暗线，就是那个朝堂的这种争斗，这种王朝的这种更替，其实在前几集就是太后下墓那块就能看出来。林子王，林什么王？完了，太久忘了，就行。林什么王，他不是要回京吗？因为他娘死了，他要回京。但是其实皇帝最大的苦恼就是说不能让他回京，因为他回京可能涉及到这种政变，所以皇上想找真正的目的就是想找一个人可以说去阻止他这个。正好藏海给带来了这种朝堂的这种争斗的这种暗线，政权的这种更替，其实是个很暗的线。其实这个线也挺有意思的。所以说咱们说吧，《藏海传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戏吧。